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原本这个影片呢，我只是想要单纯的就是把我围城市的一些影片片段剪下来，然后就直接发布上去，什么东西都不要讲。可是这样子感觉起来好像有点单调，所以我现在就额外配了一个音上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 CD 组跟先锋王国玩游戏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好处跟坏处好了。首先好处就是你可以像我这样子随便自己喜欢怎样玩就怎样玩。因为我的王国活跃人数呢，算起来可能都不到20个，甚至都不到15个。所以基本上能够打 KVK 的玩家其实少之又少，然后我们的国王、我们的盟主也没有要求我们说一定要打到多少的击杀，或者是要阵亡多少的部队，所以你们才会看到我到处去杀人的画面。而且我反而觉得我们这种 CD 组才是比较稳定的，就是我在这个王国这么久了，基本上很少会看到有新的玩家进来我们的王国，或者是我们有哪一些玩家会离开这个王国。虽然说王国完全没有变化，没有新的血液进来也是很难受的，就是你可能没有更加多的阻力，也担心说你会不会有一天你自己的王国玩家突然之间不想要玩了之后，会变成这个王国就直接死亡了还是怎样。但是我遇到的情况反而是相反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王国没有要求的关系，所以就大家比较稳定一点，想要玩就玩，想要休息就休息，没有说你一定要在线多久，要帮忙打架。反而是这种无拘无束的情况下，玩家才会玩得更加轻松自在，不会因为说我有事情我没有办法打 KVK， 所以这个赛季我可能没有拿到 DKP 而被你清零或者是被你赶走之类的。反而我们在这些王国遇到的玩家，多数才是真正的玩家，就是亲力亲为，而不是使用代打的那些玩家。你可以跟他更加深入的交谈，而不是你每一次上线都是遇到代打而已，而且是他们自己玩的关系，所以更加有热情在这个游戏上面，而不是说我丢了钱之后就完全不顾不管了，然后突然之间就弃坑不玩了。就是因为是自己的账号，所以更加有责任心。最受欢迎的一点当然就是你的 MGE 还有各种活动，你要拿到排名的时候是很简单的，基本上他们已经是没有内定的存在，就是你想要拿就拿。当然如果你想要拿第一名的话，还是要跟对方讲一下啦。所以觉醒统帅的速度会比起一般的玩家还要来得更快一些。像我自己都没有跟对方要求内定，但是多数情况下我都可以在排行前10之内，或者是如果算比较迟的话前20之内都一定会有排名的，所以不管怎样你都是会拿到那些统帅的雕像。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活动，就比方说像最近刚推出的作战演习，我就算没有打得很好，我也没有完成到25等级，或者是随便打打而已，我都可以拿到前10名。因为像我另外一个账号在先锋王国的情况呢，只要你起床慢了一步，你打的时间比别人慢了一步，你的排名永远都是比别人还要更后面的，甚至你要挤进前20都是一个问题。可能有时候连你的小号都可以挤进排名里面去。当然还有包括铁手啊，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会去打铁手啊。如果你是很缺装备材料之类的话，可以随时想要去打就去打，因为基本上没有人蹲点在那边看什么时候重生。那么讲完好的部分，当然是要讲一些比较不好的部分啊。那当然人少呢会有比较多的缺点啊。第一方面就是我们打 IG 的时候，每一次都是不够人的。虽然我们是利用了小号凑齐了15个人，但实际上我们去打 IG 的时候可能就6个人、7个人左右而已。然后我还要自己带2个小号上去补兵。那我原本在之前王国打 IG 的时候，我的位置是负责野战的，毕竟我全骑兵嘛，如果要做一些行动什么之类的话，也会跑得比较快。但是因为现在王国人数很少的关系，我就变成去完全驻防了，所以基本上我要带我自己的小号去帮我驻防我自己的旗帜。有很多时候点开那些建筑物里面查看的时候，就只有我自己的主账号还有我2个小号的名字在建筑里面而已。因为反正我们报名都是用了不少的小号去凑齐15个人嘛，那当然我带自己的小号进去有做到东西的话会比较好啦，因为其他那
那些报名的小号呢，基本上没有去打埃及的，就连补兵都没有的，就是浪费了那个位置。所以我是觉得说，哇，与其这样子浪费，还不如我自己带小号进去做到一点东西。当然这样子也会比较辛苦了，基本上我打埃及的时候就是要看3个荧幕，然后要用不同的设备，我的主账号就要看着电脑，然后我另外2个小号分别要看手机还有我的平板。这也是为什么我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做驻防的原因，因为你没有办法在打野仗的同时要去操控你的小号帮忙补兵，你没有办法分心。也就是因为这样，有很多时候我的排名都是垫底的，在所有正常玩家里面，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啊，有拿到金头就好。那像刚刚大家听到我的王国人数很少的问题，当然也会想着说啊，你的 KVK 一定会很辛苦，因为没有人帮忙打 KVK。其实这个事情刚好相反，因为我们在 CD 组王国的关系，所以我们一般阵营里面会有很多个王国在一起，所以反而比较少见到就是完全没有人出来打架的问题，反而还有遇到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比方说玩家的质量肯定是不会很高，他们有时候打架打到一半突然撤退，或者是一直在拉扯，一直在后退。像我是已经习惯了仙符王国 KVK 的打仗方式，所以我打架的时候一般都是一直往前推，会想要推进一点，但是我的队友时常就是一直撤退一直撤退，然后每次打 KVK 的时候我都想要骂人，更别说那种比较专业的做法，就比方说开集结的时候一定要满集结，或者是要卡着集结等时机到了之后才放集结，这些操作基本上是不可能会发生在 CD 组王国的，他们就连卡集结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之前有试过，就是放了一个工程车进去卡着集结，对方就骂我说你为什么要放工程车进去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卡集结，尽管我已经跟他解释了为什么我要放工程车进去集结里面卡着，他还是不能理解，只是当我是一个笨蛋亚洲人。更别说你要找车头更加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啊，不管是集结还是驻防，你要找到8钻5爵16只是很难的，而且我们这一次遇到很多的灵车。关于灵车的这一点呢，我之后会另外发布一个影片再跟大家讲。当然在 CD 组王国最大的缺点就是活跃度还有玩家的发育问题，因为你在这些王国人数比较少，购买礼包的人比较少，甚至比较多的玩家都已经是不太想要去购买礼包了，所以你要把你的 VIP 等级提升上去会比较慢一点，你拿到的礼包也会比较少，你拿到的资源加速发育的时间也会比较慢，甚至就连每一天打野蛮人城寨你都不会看到有多少人去打野蛮人城寨，有很多人就是上线派自己的部队去打完野蛮人之后就下线了。但是我自己本人还是会比较坚持去打多一点野蛮人城寨，就是自己的主账号去开集结，然后用我的小号一直不断的加入，甚至我现在可以做到我加上我自己的小号总共可以一次性开3个集结，我的体力消耗的速度也会比较快一点，就可以比较快下线。因为你要等到其他人配合你加入你的集结，这个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上线。如果是在仙符王国肯定会有人加入你的集结的，甚至还有遇到人太多的情况，一个集结有2个人加入，你还要踢走。那么最后这边画面就分享一下我在这一次 KVK 的表现，还有我的装备军器好了，也是顺便跟大家讲一些总结啦。其实仙符王国跟 CD 组王国都有各自的好处，没有说哪一方完全的好。像仙符王国你发育的会比较快，有比较多的玩家可以陪你玩，但是相对的它的压力也会比较大，甚至有一些王国他们可能会有要求你说一定要购买多少的礼包。 CD 组则是完全相反。那最后也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号参加埃及的个人记录，你们可以看到有参加多少次了，已经参加过6次了，也不算很多啦，因为我是近期才跟我的管理层要求说把我的小号也加入进来。那如果你在 CD 组王国，你是一个正常的玩家，就是基本上你会完成3000万击杀，会做完这些基础的东西，有正常去打 KVK 的话，一般来讲你都是会拿到征服者之证的。像我这一次也是有机会可以拿到征服者之证，而且基本上如果你完成了那些要求之后，也是可以拿到碎片，就算你输了 KVK 也是可以累积3次就可以拿到一个征服者之证。所以像我的专属铭文，我讲真的，我自己实际上拿到专属铭文的次数并没有很多，但是我通过 KVK 拿到的专属铭文非常多，包括
这里下面3个、4个、5个、6个、7个，这些专属铭文全部都是通过 KVK 拿到的，并不是我实际上抽到的。剩下的2个专属铭文，一个是真的我自己抽到的，另外一个则是在军器商店那边去兑换的。所以像这一次我又拿到征服者之证，我都不知道要拿来换什么东西了。当然也是会拿专属铭文啦，只是我觉得说已经是足够了我没有必要再用到这个部位的专属铭文了。而且我在这个 KVK 里面也只是属于比较正常的玩家，就是有拿到3000万击杀而已。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自己个人的排名其实是排名在前100里面的，甚至如果我再努力多一点的话，可以在前50里面。但是我这个账号不会去追求更高的击杀或者是排名啊，因为加速真的是有限啊，这种王国你要发育真的很慢啊，所以我点到为止，拿完我要拿的东西就停下来了。但是这种事情，如果你这个表现在先锋王国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挤进前100的，甚至你什么奖励都拿不到，可能在 KVK 结束之后会被赶走也说不定。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先锋王国跟这种 CD 王国的比较之后有什么想法呢？当然我这边讲的东西呢可能并不是所有的啦，但基本上要讲的核心问题都已经讲出来了。那各位观众，你们是比较偏向于想要去 CD 组王国玩呢，还是在先锋王国 A 组玩呢？也可以给我知道你们在 KVK 的游戏模式是怎样，是像我这样子点到为止呢，还是会尽力的全力以赴，甚至是你是负责种田的玩家而已，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